1.8万亿美元。3年前，如果有人跟我说，一家把名字改成元宇宙，股价跌了75%，被全网群嘲的广告公司，3年后会涨回将近7倍，我应该会觉得他喝多了。但这事儿就这么发生了。Meta 现在市值逼近2万亿，不仅把2022年的坑填平了，还创了新高。如果你当时88块买了没卖，到今天是翻了快7倍。说实话，每次看到这个数字，我都在想 ，Meta 凭什么他就一卖广告的？广告公司拿30倍 PE， 市场在赌什么？扎克伯格烧了几百亿造元宇宙，烧出东西了吗？拉玛这个开源大模型，到底是一步妙棋还是被逼无奈？这期视频我花20来分钟把 Meta 拆一遍，从它的广告老本行到 AI 这手牌，再到 Reality Labs 这个烧钱机器，全部讲透。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英子笔记。每一期我挑一家公司深度拆一遍，不搞那些虚的，直接聊我真实的看法。今天聊 Meta， 我追踪这家公司快3年了。怎么说呢？它很矛盾，容易被人看走眼，但正是因为这个才有意思。简聊具体数字之前，说个体感，1.8万亿，到底多大？苹果、微软、英伟达、Google、Amazon， 然后就是 Meta。全美股市值前6，它是其中之一，比伯克希尔哈撒韦大，比台积电加 AMD 绑一块大，比沃尔玛、宝洁、可口可乐、迪士尼全加起来还大。它就是个广告公司，而且最魔幻的不是这个，最魔幻的是时间线。2022年11月 Meta 最低跌到88块，市值不到3000亿。当时的头条是扎克伯格正在毁掉 Facebook 元宇宙，是硅谷史上最蠢的赌注。然后2年多后它涨了快7倍，有人算过，当时扔10万块进去，现在就变70万。但反过来说，从3000亿涨到1.8万亿，这段路已经走完了。接下来还能不能涨？这个我先不打，后面聊。先把最基础的事儿说清楚。Meta 到底是家什么公司？简，大部分人说不清楚 Meta 是干嘛的。有人说他做社交，有人说他做 VR， 有人还记得他那个尴尬的 Horizon Worlds 发布会，扎克伯格虚拟形象被全网 P 图嘲讽的那个。说简单点 ，Meta 现在就是3样东西拼起来的广告、AI、VR 3块业务之间没什么关系，赚钱的方式不搭边，烧钱的理由也不搭边。先说广告，这是 Meta 的命根子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Threads 全加起来，日活33亿。地球上每天有快一半的人至少打开一个 Meta 家的 APP。33亿人在干嘛？在发动态、聊天、刷短视频、看广告。你每一个点赞，每一条搜索，每一次点进某个品牌的页面， Meta 全知道。这就不是精准投放了，这是读心术级别的投放。去年 Meta 广告收入超过1500亿美元，增速接近 20%， 利润率稳定在 40% 以上。40%利润率什么水平？苹果硬件毛利也才 35% 到 40% 之间， Amazon 电商不到 10%， Google 广告利润率跟 Meta 差不多，但增速已经被 Meta 拉开差距了。而且这1500亿的增长不是靠新用户撑起来的，33亿日活早就到天花板了，地球上已经没什么还没注册的人了。说起 AI， 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英伟达、OpenAI、Google， 很少人把 Meta 当 AI 公司看。但我越研究越觉得，扎克伯格可能是硅谷里压 AI 压得最疯的人。分2层看，第一层 Meta 自己的广告系统，过去2年他们把几乎所有广告后台换成了 AI 驱动，广告主不用自己选受众、调出价、测素材了。你告诉他我想多卖运动鞋， AI 自动匹配人生成素材，实时调优。这套东西上线之后，广告主平均 ROI 涨了 30% 以上。同样的钱多卖3成货，广告主出价意愿拉上来， Meta 的广告单价跟着涨。第2层才是我真正着迷的。Llama 2023年初 Meta 把大模型开源了，当时没几个人当回事， GPT-4 在那儿， Gemini 在那儿， Cloud 在那儿，最牛的 AI 全是闭源的，谁用一个免费的？2年后回头看，拉玛可能是扎克伯格最被低估的一步棋。开源是什么意思？全世界只要是做 AI 开发的，不管是创业公司、大学实验室还是独立开发者，都能拿拉玛来改来用。它变成了 AI 时代的安卓，自己不卖手机，但全世界的开发者都在你的系统上盖房子，不体现在财报里。但 Meta 在 AI 时代拿了一张谁都没法替代的入场券。
而且拉玛进步速度很猛，拉玛3已经追平 GPT-4 了，部分推理任务反超 Claude， 拉玛4今年出。如果它继续逼近甚至超过闭源模型，所有企业都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花钱买 GPT？ 如果拉玛免费，对 OpenAI 和 Google 来说这是要命的事儿。Meta 倒无所谓，它本来就不靠 AI 赚钱，减好了，广告和 AI 聊完了，接下来这个就比较刺激了。Reality Labs、Quest VR 头显、Ray-Ban Meta 眼镜、Horizon Worlds 都是这个部门的。去年营收大概20来亿，亏损200多亿，加上前面几年累计烧了超过1000亿美元。1000亿什么概念？买下整个 Uber 还能剩钱。这1000亿烧出什么了？ Quest 3目前市面上卖的最好的 VR 头显，但最好也就年销几百万台， iPhone 一年卖2亿多台，不是一个物种。 VR 作为消费电子产品，至今没被证明是大众需求。Ray-Ban Meta 眼镜卖了300多万副，算是 Reality Labs 唯一一个能上台面的产品，戴着不丢人，比当年 Google Glass 聪明，但它本质就是个戴耳机的眼镜，离真正的 AR 还远着。Orion 真 AR 眼镜代号 Orion， 扎克伯格内部说这是 iPhone 之后最重要的消费电子产品，目前没有发布时间表。我的看法很简单， Reality Labs 是 Meta 估值里最大的赌博，如果 AR 成了，哪怕只部分替代手机，这就是万亿级市场。 Meta 先发优势，甩开苹果 Google 一截，如果不成， VR 就是个游戏机市场， AR 再过10年也做不轻薄，1000亿打水漂。你能接受一家公司每年烧200亿，10年不盈利，去赌一个10年后才可能兑现的东西吗？我猜大多数人不行，说实话，我自己也拿不准。但这个不确定性恰恰是 Meta 最让我兴奋的地方。如果所有人都确定它会成，它就不是今天这个价了。扎克伯格可以，关键是他从来没犹豫过，减3块业务。接下来聊聊 Meta 到底硬在哪儿？护城河一，33亿日活的网络效应。你朋友全在 Instagram 上，你妈用 WhatsApp 给你发消息，同事在 Messenger 拉群，你没得选。社交网络这玩意儿 ，APP 本身无所谓好用不好用，关键是别人都在上面。TikTok 攻了这么多年，抢走了时长，抢不走关系链，通讯录在 Meta 手里，不在字节手里。护城河2，数据飞轮，33亿人的兴趣。社交消费行为改为进 AI 广告引擎，广告更准，摘广告主出价更高，更多人投摘更多数据喂进去。全世界只有 Google 能跟这玩意儿对标，但 Google 的数据是搜索意图， Meta 的是社交关系和星际图谱，后面对品牌广告的价值没法比。护城河3 AI 生态位，前面聊拉玛开源已经提到了，但我再补一句， Meta 是全球唯一一家不需要靠大模型赚钱，但能做出顶级大模型的公司。 OpenAI 不卖 API 活不下去， Google 得靠 AI 撑着搜索， Anthropic 得签企业客户， Meta 完全不用，广告够他吃了， AI 对他来说是投入不是收成，你想想这个位置有多舒服。护城河4，扎克伯格的控制权， Meta 双重股权结构，小扎拿的 B 类股1股10票，他一个人控制公司超过一半投票权，这就意味着没人能逼他裁员。看 Reality Labs 搞分红回购，他能承受股价跌 75% 不道歉，职业经理人做不到。反过来这也是把双刃剑，我等下单独说。减，但光看护城河不够，这公司的风险也很实在，我列几个。一是广告帝国的天花板，33亿日活到顶了，增长只靠 AI 提效和涨价，但广告单价有上限，你不能永远涨。而且广告有个问题，它本质是对消费的对赌，一旦经济衰退，广告预算第一个被砍，广告公司估值腰斩不奇怪，2022年已经演过一遍了。二是 TikTok， 虽然我说 TikTok 抢不走社交关系链，但注意力是零和的，用户在 TikTok 多刷1小时， Instagram 少刷1小时，时长掉了，广告展示量就掉。而且 TikTok Shop 正在吃社交电商，品牌方把钱挪到 TikTok， Instagram 广告池子就浅了。三是苹果，2022年 Meta 崩盘，直接导火索是苹果 ATT， 让用户选不让 Meta 追踪你在其他 APP 的行为， Meta 直接没了100多亿广告收入。过去2年靠 AI 补回来了，但苹果只会越来越狠，哪天再出一道新规，
Meta 又被卡一次脖子。4是反垄断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3笔独立收购 ，FTC 一直在告 Meta， 想把它拆了，官司还在打。短期应该拆不掉，但你要是完全不当回事，万一真拆了，估值腰斩起步。5是 Reality Labs 扔钱，前面说过每年200亿，10年未必看到回头钱。6是扎克伯格自己，我知道刚才夸他控制权是护城河，但另外那句也是真的没有刹车。2022年为什么崩？不是苹果，不是 TikTok， 是小扎没跟市场打任何招呼，直接宣布公司 all in 元宇宙，开始疯狂烧钱，投资者全被吓跑了。没人知道他打算烧多少，烧多久，能烧出什么。一个人说了算，好处是他能做那个最长期的决定，不用看别人脸色，坏处是他也能干出最离谱的事儿，拦都拦不住。扎克伯格是硅谷最被低估的 CEO， 我知道说这话很多人不认，小扎冷冰冰的，不会来事儿。国会听证喝水那张表情包现在还满天飞，但你翻翻他的决策记录，2012年10亿买 Instagram 吧，13个人的小团队，零收入，全世界说他疯了。现在 Instagram 单季收入500多亿。2014年190亿买 WhatsApp， 又天价又群嘲。现在 WhatsApp 是全球最大即时通讯工具，25亿用户。2023年全行业闭源的时候，他把拉玛开源了， OpenAI 和 Google 的人在私下笑。现在这步棋可能是 AI 行业最被低估的战略选择。有意思的是，每次全世界说他疯了，回头看他都是对的。当然也得说另一面，小扎最大的毛病是不会说话。2022年他决定 all in 元宇宙，这事儿本身不一定错， AI 和 AR 本来就是该压的方向，但他跟市场沟通的方式让全世界觉得这人疯了。而且说实话，如果 Meta 换个职业经理人，大概率会砍掉 Reality Labs， 锁死广告利润，推分红回购，短期账面会很好看。但10年后呢，如果 AR 真成了下一个计算平台， Meta 连牌桌都没上，这种短期正确真的划算吗？ Meta 这家公司的灵魂就绑在扎克伯格一个人身上，没他的 Meta 就是一个很赚钱但没有想象力的广告公司。理解 Meta 绕不过这个前提，简化都说到这儿了，还是得聊估值，但我不打算说它贵还是便宜，那不是我的风格。我自己看估值的逻辑比较朴素，把它拆开，看看每一块业务分别值什么，然后拼回去。去年 Meta 净利大概600亿 1.8 万亿，市值对应30倍 PE。30倍什么水平？苹果也差不多30倍，但苹果增速快0了。Meta 利润还在15减 20% 的速度涨， Google 25倍左右，增速比 Meta 慢。微软35倍，增速跟 Meta 差不多。放在科技巨头里横向比，30倍不算低，但也谈不上离谱。拆开看更有意思。广告帝国如果用保守 DCF 模型，未来5年12月1日 5% 负增，终端增长率 3%， 值 1.2 到 1.4 万亿。拉玛和 AI 生态值多少？不好算，因为不直接来钱。但假如拉玛真成了 AI 时代的事实开源标准，吸引开发者，锁定人才，影响行业标准，这跟安卓对 Google 的意义差不太多。市场现在可能只给了几百亿 Reality Labs 呢，说真的，现在市场给它估的值是0，甚至是负的，就是白送 Meta 的 1.8 万亿，完全靠广告加 AI 撑着， VR 压根没算进去，这就很妙了。 AR 要是爆发了，今天等于白送你一张彩票，不爆发也亏不着，市场本来就没给钱。所以你看，广告给了他现在的家底，拉玛给了他未来的想象空间， Reality Labs 完全是负赠的。有人会给这个负赠品很高的期望，有人当它不存在。你怎么看 Meta？ 取决于你怎么给这3块分配注意力。我自己给广告的权重最高， AI 中等， VR 0。你的权重如果跟我不一样， Meta 在你眼里就是完全不同的价格。减收一下， Meta 是一家很奇怪的公司， CEO 根本不关心广告，但公司靠广告活着，手里有顶级 AI 模型，免费送人不收钱， VR 被全网嘲讽也不停手，每年烧200亿接着干，每个面看上去都不合理。正常脑子理解它，不可理喻。换个角度看，扎克伯格在拿广告帝国的利润，赌下一个计算平台，赌注大的离谱，时间线模糊的离谱，
跟市场的沟通烂得离谱。但回头看2012年买 IG，2014年买沃菜品，2023年开源拉玛，每一次市场说他疯了的时候，他都没疯。我花这么多时间研究 Meta， 不是因为他的广告业务多赚钱，是因为扎克伯格在下一个我见过最大胆的赌注，而且他的下注方式跟全世界反着来，这事儿本身就很吸引我。以上就是本期视频英字笔记，深拆公司只聊真看法，新频道第1期，觉得有用的话点赞关注开小铃铛，下期见。